最近，英国国防部宣布要给乌克兰军队一批贫铀弹的新闻，在俄罗斯引发了轩然大波。为了应对此武器呢，普京更是直接在白俄罗斯部署了战术核武器。贫铀弹为何让普京如此忌惮？未来的俄乌战争是否会演变为核大战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在这件事情发生后呢，大兵也看了不少对于英国援乌贫铀弹的评价。不少人认为贫铀弹是一种核武器，会对乌克兰本土造成严重损伤。其实这么理解的话，显然是夸大了贫铀弹的威力和效果。那英国为什么别的东西不给，偏偏要给乌克兰贫铀弹呢？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挑战者2坦克的一些先天不足，这导致了挑战者2主战坦克在服役初期呢就暴露出火力不足的问题。为了尽量发挥动能穿甲弹，尤其是主流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穿甲效果，全球其他主战坦克大都使用大口径的滑膛炮，而挑战者2却延续了英国坦克的传统，坚持使用 L30型线膛炮。虽然线膛炮具有精度高、射程远等优点，但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时候呢，需要通过滑动弹带，极大影响了炮弹的出口动能。例如，英国 L30火炮发射滑动弹带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炮口初速约为每秒1530米，炮口动能10兆焦。而德国豹2 A4 主战坦克使用的 L44滑膛炮，虽然炮管长度短了近1米，但初速却能高达每秒1650米，炮口动能约10兆焦。从豹2 A5 开始采用的 L55滑膛炮，炮口初速呢达到每秒是1730米，炮口动能超过13兆焦。除了火炮自身性能先天不足外呢，英国坦克的炮弹性能也是落后于时代。目前挑战者2使用的 L23A1 钨芯穿甲弹是英国研制的第一种120毫米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它已经服役了数十年了。使用钨核心弹芯的 L23A1 其实力并不理想，穿甲体长度不到400毫米，长径比只有14，使用的发射药爆速很低，这导致它的初速很差，2000米射距穿身只有300多毫米。这无疑和英国挑战者2的3500米以外猎杀敌方坦克的理念有些不符。因此呢，为了提高挑战者2在远距离的穿甲能力，英国为其后续装备了2款贫铀穿甲弹，分别为早期的 L26A1 和更新的 L27A1 这2种型号。其中呢 L26A1 主要是将 L23A1 的钨芯穿甲弹的弹芯更换为贫铀材料，穿甲能力提升了 15% 以上。而英国最新的 L27A1 贫铀穿甲弹穿甲能力则与豹2系列坦克使用的 DM53 钨合金穿甲弹是大体相当，足以摧毁俄军大部分主战坦克了。事实上，英国国防部已经意识到挑战者2火力不足的问题了，在升级版挑战者3坦克项目中，就将彻底放弃线膛炮，换为与豹2 A5 同款的 L55。但是对于乌克兰而言，显然已经等不到这个升级项目了。因此，从英国的角度出发，想要援助乌克兰的这批坦克在俄乌冲突中有所建树，那就真的没得选。在这个角度上，英国给了乌克兰挑战者2之后，再给穿甲弹以及给什么穿甲弹的问题上，只有2个选项：要么是不给贫铀弹，让挑战者威力大减；二呢，就是给贫铀弹用来猎杀俄坦克。英国最后的选择当然是给了贫铀弹了，不然他也没得选。除此之外呢，美国也决定将原本打算援乌的31辆 M1A2 坦克更换为库存的 M1A1 型号，以缩短翻修和乌军的准备时间。而这些 M1A1 同样也配备了贫铀弹和贫铀装甲。虽然在之前的军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相关技术非常敏感， M1 系列坦克在出口其他国家时都会换成常规弹药和装甲，为此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来更换车体装甲和配备炮弹。但是如果英国已经批准将贫铀穿甲弹移交给乌克兰了，那么美国也很有可能会允许将配备贫铀装甲的 M1A1 运往乌克兰。这两者加在一起，对俄军呢无疑是一个坏消息。本来自家用的都是 T64 这种老坦克，你再搞个贫铀弹、贫铀装甲，这还怎么打？因此在这里呢，大兵给各位科普一下什么是贫铀弹。它是一种用研制核武器的边角料制成的一种特殊常规弹药，其作用原理跟普通的穿甲弹相同，是利用贫铀合金的高硬度、
高比重和高熔点，依靠动能来穿透目标，用来毁伤坦克等装甲目标。其实呢，也可以理解是一种特制的脏弹。之所以这么讲啊，是因为贫铀本身具有放射性，它所用的铀呢是指铀238，自然界里的铀是铀234、铀235以及铀238这3种放射性同位素组成的。其中呢，只有铀235是裂变元素，能够用于核裂变反应，用于生产核武器以及作为核反应堆材料。纯天然铀中，铀235仅占 0.72%， 而铀238占据绝对优势。因此，天然铀必须加工处理成高含铀235的浓缩铀。当浓缩铀被提取后呢，剩下的绝大多数是铀238以及少量的铀235和铀234。这种铀235含量呢，比天然铀更低的铀被称为贫铀。因此，相对而言，铀238的放射性要弱很多。而用这种核武器边角料制成的弹药就是贫铀弹。那么为什么要用贫铀来做弹药呢？就是因为贫铀具备的特殊优势很明显。一方面，贫铀的密度比较大，它具有高密度、易爆性、贫铀金属的高强度及高硬度，以及贫铀穿透时的表现出的自发锐性等特性。它的密度呢为 19.1 克每立方米，是钢密度的 2.4 倍，与钨相近，几乎是铅的2倍。这就让贫铀有很强的动能冲击力，能够更好地发挥坦克的威力。另一方面呢，贫铀强度比较大，非常适合用于穿甲或者装甲防护。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军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要用贫铀装甲提高防护能力。而用贫铀做穿甲弹时呢，相对于钨合金穿甲弹，由于贫铀穿甲弹会在穿甲的过程中弹头不断自锐，而钨合金穿甲弹是自钝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贫铀弹的穿透能力。而且由于铀易氧化，它击中坦克等装甲车辆后，由于撞击能产生高温，因此可以引发铀燃烧，进而产生更高的温度，软化弹着点的装甲，降低装甲的强度，使穿甲弹破甲而入，形成较大的后破坏作用，杀伤成员及破坏坦克的内部设备。除此之外，铀燃烧时产生的大量云雾状氧化铀尘埃还会沾染坦克等装甲车辆的表面，形成放射性污染源，对敌人造成放射性杀伤。这本身呢，也是贫铀穿甲弹独有的优势，其毁伤能力、毁伤效应都比普通穿甲弹更强。最初美军的贫铀武器装备部队之后，由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地面战争，这种威力极大的武器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贫铀弹才名声大振，为世人所了解。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就大量使用了贫铀弹。曾大出风头的坦克杀手 A10 雷电攻击机，就靠着使用贫铀弹摧毁了上千辆 T72 坦克。同时，由于美军坦克加装了贫铀合金的复合装甲，其坦克无一辆被击毁。这次战争呢，使得贫铀弹的穿透能力以及贫铀装甲的防护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也更坚定了贫铀武器的地位。当然，使用核材料的贫铀弹本身就会给人体和环境带来一定的危害。当然，这里的人呢，指的并不是乌克兰士兵，而是被贫铀弹击中的俄坦克。因为贫铀弹在未发射状态下辐射是很低的，除非乌克兰士兵天天晚上抱着炮弹睡觉，否则基本没啥危害。而在发射后呢，由于贫铀是重金属，在高温燃烧状态下，贫铀材料会发生雾化气化，会对被命中者造成不小的伤害。至于在同一战场上的乌克兰坦克，由于坦克内具有3防装置，其伤害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如果乌军用贫铀弹来对付堑壕里的俄军，那么这片堑壕将很快就被放弃。对于环境而言，贫铀的放射性是长期存在的。美国陆军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贫铀是一种低水平的放射性废物，必须按放射性废物处理和储存。放射性主要是阿尔法射线，阿尔法粒子在空气中射程大约为 2.73 厘米，在致密物质中射程更短，仅能穿透人体皮肤角质层，受损伤的仅是无生命的组织，因此基本不存在外照射危险。但贫铀弹燃烧时，气溶焦化了的氧化铀和贫铀微粒可以进入人体内部，以很大的概率被人体器官吸收，形成严重的内照射，使人体器官受到严重损伤。另外，对于战场周边而言，由于贫铀燃烧形成的淡黄色烟雾状氧化铀尘埃，燃烧生成的铀氧化物烟雾可以传到40公里以外，这种爆炸产生的粉状物或落到地面，渗透到土壤里，
或通过空气和河流向周边地区扩散。这也导致一些环保专家认为，贫铀炸弹的使用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可能使战后重建工作雪上加霜。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呢对于贫铀弹的危害存在着两种不太一样的看法。一种认为贫铀弹就是最小型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可以对人体和周围的环境造成巨大伤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贫铀弹的辐射量极小，基本上不会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过大的伤害。而联合国之所以明确禁止使用这款武器，主要还是从人道主义上面来考虑的。当然，联合国的很多规定其实并不具有强制性，就比如这次俄乌战争，联合国多次劝导俄罗斯撤军，然后呢几乎没啥效果。还有就是俄罗斯在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了温压弹、铝热剂燃烧弹，这些玩意儿呢也是被禁止使用的。而且对于乌克兰而言，当前最紧要的还是打赢这场俄乌战争，环境污染什么的可以以后慢慢治理。因此，在英国援乌消息传出之后呢，普京很快就对外宣布，将在白俄罗斯领土部署战术核武器，并为白俄新装备10架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战机。不过，大兵认为贫铀弹只是俄军部署核武器的一个借口。即便没有此事，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一直以来也有提出这个要求。那么，俄乌战争会演变成核大战吗？这里我们根据美国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二。在白俄部署核弹消息发出后，美国国防部在25号就发表了声明，称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拟用核武，因此美国无需调整自身的战略核态势。不过，注意到俄方的有关宣布，五角大楼表示将密切继续监视白俄情况，以防万一。而且，虽然要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器，但是普京表示不打算将控制权移交给明斯克。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这些核武器的部署象征性远大于实用性，因为白俄罗斯的地理位置相比俄罗斯更像是俄罗斯对付北约的一线。如果真的有核武器从白俄罗斯飞出，攻击了北约或者乌克兰，那么白俄罗斯就要面临北约的报复，这可不是白俄所能承受的。所以对于卢卡申科来说，这些战术核武器更多呢是用来壮胆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贫铀弹这款武器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